你能想到最诡异的武器佩戴方式是什么？正常的武器使用方法无非就是手持、脑洞大开如印度、查克拉、柔剑一类的武器，挥舞起来也离不开五指。虽然凯尔特神话里有用脚投枪的库丘林，但是作为正常人来说，双手还是使用武器的必需品。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款正经而非球武器，它在使用方法上真正做到了去双手化。它就是来自非洲的图尔卡纳手腕刀。图尔卡纳手腕刀是图尔卡纳人最负盛名的一种武器。这种刀像是一个具有平坦的上下表面的金属盘，外边缘是一圈锋利的刀刃，中心有一个椭圆孔以容纳手腕，内圈有皮革条保护手腕，另外一条皮革带平时包裹在外边缘保护刀刃。战斗时移除，在图尔卡纳地区，刀刃通常由男性穿戴在右边。这种刀除了作为武器以外，平时更多的还是将手腕刀作为日常工具使用，会使用这类刀具砍树、雕刻、拔牙、宰杀动物或分割食物。而且图尔卡纳人还会使用这两种武器解决部落内的冲突，因为图尔卡纳人有一个规矩，即同族之间战斗时不可以使用长矛，所以手腕刀经常出现在当地人的决斗中。因为这种武器不占用双手，战士们可以在佩戴腕刀的同时正常装备长矛和盾牌。当敌人进入长矛无法应对的距离时，丢掉主武器，用腕刀与敌人进行肉搏。而腕刀只需要一片巨型金属，就可以通过锻打延展成型，在制作工艺上相对简单，也更适合这些部落居民相对落后的技术水平制作。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，虽然技术落后，但图尔卡纳人的战斗力一点都不弱。图尔卡纳人是肯尼亚第2大游牧民族，聚集在世界上最大的碱性湖泊图尔卡纳湖附近，以游牧、半游牧和捕鱼为生，但他们最初生活在地理位置更偏北的苏丹、乌干达等地。之后由于干旱和人口增多等问题，迫使着图尔卡纳人离开干旱荒凉的老家，向东部和南部进发，并凭借领先于当地其他黑人部落的武力，征服了图尔卡纳湖周边的大片新土地。然而图尔卡纳湖附近的自然环境也不比原先好多少，周边除了荒凉的沙漠荒原以外，并没有太多的农作物，都是些耐干旱的杂草和灌木丛，自然条件和交通条件都差得一塌糊涂。在当地干旱炎热的环境下，有时连坐在地上休息都是一种煎熬。图尔卡纳人在野外放牧的时候，甚至必须依靠拐杖或小板凳才能坐下休息，否则火炉般炽热的地面会灼伤臀部的皮肤。或许就是因为困难的生存环境，让图尔卡纳人诞生出了很有趣的宗教和财产观念。他们相信万物有灵，并将牛羊等牲畜视为货币，甚至可以用牲畜买卖新娘。同时图尔卡纳人还不承认其他民族的财产所有权。图尔卡纳人认为自己的神灵将世间所有的牲畜都赐予了自己，包括其他民族蓄养的那些，所以每个图尔卡纳人都有责任去偷盗、抢劫其他民族的牲畜，以增加自己的财产。尤其是当图尔卡纳人的畜群因为疾病或干旱而损失惨重的时候，这种抢劫在图尔卡纳文化中非但不违法，反而是很值得荣耀的一件事。图尔卡纳人很乐意为此而牺牲，所以在图尔卡纳人聚集的附近，各部落之间的矛盾战争总是很频发，所有的部落都在警惕着对手，或仔细寻找时机去抢劫其他部落的牲畜。这种为了生存诞生的合法掠夺，也是让他们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原因。图尔卡纳人为了保证自己的财产不被抢劫，基本上都以家庭为单位，依存于各个家族部落里，而各家族部落的人口一般也不多，行父系继承制和一夫多妻制，领导权由家庭里最年长的男性享有，整个部落里的日常事务则由几位长老共同负责，并由一位男性酋长统领全族，但酋长的权威并不大，酋长主要掌管战争和部落的军事力量。频繁的战争使得各个图尔卡纳人部落非常警惕，这点可以从图尔卡纳人的军事组织中看出。图尔卡纳部落中一般会有2个军事性质的派别，一个叫豹团，另一个叫石头团。图尔卡纳族的每个男孩从出生之日起就从属于这2个派别之一。不过图尔卡纳人有一项固定，即男孩与自己父亲必须分属于不同的派别，这样做可能为了防止两者影响对方。
这2个派别的成员不但衣着有区别，节日里不能同桌吃饭，就连参与战争时也都是跟从各自的派别战斗。这种特意的分离可以避免全军覆没的惨剧发生。就算有一支队伍遭遇不测，部落还能留有一支保护自身的军队。在图尔卡纳人的武器谱里，还有一种武器拥有和手腕刀差不多的武器，那就是手指刀。手指刀分为大小2种型号，大型的图尔卡纳手指刀一般由粗铁锻造而成，因此表面凹凸不平。英国在殖民统治期间禁止制造和穿戴这些物品，因为它们在近距离战斗中被认为是致命的。较小的手指则通常由钢丝完成，或者由钢片打制而成。制片的任务仅限于部落的男性成员。手指刀一般佩戴在右手的中指，且没有外护套。手指刀的用途非常多样，可以作为装饰物，可以当作简单切割的工具，可以在吃肉时用作刀或叉，也可以作为武器，在近战时挖出对方的眼睛。除此之外，手指刀还可以用作拔出门牙的工具。因为图尔卡纳人有一种特殊的习俗，那就是拔出门牙。大多数人小时候就拔掉了2颗下门牙。这种做法起源于对索厄的预防性拯救措施。这是一种会延至导致颚肌肉严重痉挛，使受害者难以张开嘴巴的严重疾病。当有人患病时，流食依旧可以从拔掉门牙的空隙倒入患者嘴里。虽然这样的病现在很少，但图尔卡纳人仍然坚持了这样的习惯。而图尔卡纳人的部落里，这种工作一般由专门的专职拔牙人进行。你觉得这样的武器如果被复刻到欧亚地区的战场上，还能否发挥原有的效果呢？揭开历史面纱，探寻神秘冷兵器。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